最近呢，中央一套在晚上11点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呢，就让我们很多干电视的人呢感到大跌眼镜，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部纪录片呢，让很多80后、90后这些很长时间都不看电视的这样的年轻人，在晚上11点端坐在电视机前，这些人甚至是咽着口水在看这部纪录片。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反映中国饮食文化的《舌尖上中国》。打开你的味蕾，唤醒你的乡情，一部美食纪录片为何红遍大江南北？山珍海味，煎炒烹炸，饕餮盛宴的背后隐藏了多少不安与困惑？我估计最近好多电视观众都会喜欢这部纪录片，而且很多没有看过的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啊，在网站上、在手机上下载看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总共7集，它说的就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个片子每一集是52分钟，从头到尾呢，基本上把中国呀各个地方这个饮食的基本状况都体现出来了。来，菠萝排骨。而且他非常专注的做呢，这个吃的东西啊，从原材料的收集，一直到最后摆上餐桌这个全过程。就说怎么做的，他都给你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你看这个新疆的馕啊，东北的这个朝鲜泡菜啊，你再往南什么汤圆比方元宵，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小吃，像兰州拉面的羊肉串啊这些，在里边都有体现。那么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纪录片的人，真像我刚才说的，经常是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看。看完了之后呢，有好多朋友啊跑到网上去搜。你比方说这个毛豆腐，这个片子播完了，毛豆腐这仨字在网站上的搜索量是过去的4、8倍。数据显示，《舌尖上的中国》开播后5天，共有584万人上淘宝找过零食特产，搜索次数达471万次，有2005万人浏览过相关美食页面，成交729万多件。所以有人呢管这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叫什么呢？叫吃货宝典。当然我们说这个吃货呀，我觉得不是个贬义词。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谁不喜欢吃点好的东西呢？所以说吃货呢，也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中国人离不开吃，谋生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花积蓄叫吃老本，混得好叫吃得开，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人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受到伤害叫吃亏，女人嫉妒叫吃醋。大家一见面最常见的招呼也是你吃了吗？这部片子呢，可以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从这个策划开始一直到最后成片，用了是1年001个月，13个月时间。派了前期调研员，派了3个人到各地方搞调研，就该拍什么。最后在全国呢确立了70个拍摄点。你想全国70个拍摄点，基本上把有代表性的这个饮食啊差不多都囊括进来了。然后用了大概是8个导演，15个摄像，后期3个剪辑师，而且用的完全是高清设备拍的。所以你看那反映这个食品制作的画面，色香味的画面呼之欲出，特别逼真。我简单给大伙说，它有2点是这个基本的它能够收视率提高的要素。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片子里面呢，它反映了很多就是家乡的事儿。你看啊，什么老大爷、老大娘、母亲、姐妹、婶子、大爷，这些人坐在一块儿呢，做这个饮食，做那个饮食，勾起了很多人呢对家乡的记忆。我小时候认为什么东西好吃，这个感觉带一辈子。我小的时候吧，家里这个偶尔的炸一炸丸子，我对这个炸丸子我就觉得好吃。后来这么些年一直到现在，我一见到丸子，不管它里边什么馅的，我都觉得好吃。其实它味道不一定好，但是感觉上第一眼一看我就有食欲。所以这个片子呢，就是通过这些细腻的笔触呢，让你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妈妈的温暖。很多人看这个片子同时呢，也是一种怀旧。妈妈包的饺子，父亲的拿手菜，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才下舌尖，又上心头。这是家的味道，乡土的味道，它萦绕在每一个远方游子的记忆之中。
回味悠长，一生难忘。舌尖上的中国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返璞归真的绝对理想状态的中国饮食世界。可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呢和我们现实当中的中国饮食状况比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差距是相当明显的。有的朋友进了超市不知道买啥了，今天买完这个，第二天电视报道说这里有问题。我们到了餐馆哪儿吃点东西，有人说这里有添加剂，那里有地沟油的，你无法用一双慧眼来判断哪种食品特别安全。那么我们这种现实反过来就使我们对于小时候家里吃的东西怀有一种特温暖特安全的记忆，所以这是比照现实我们对这个片子产生认同感的第一点，也就是说对安全的认同。第二个，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认同。这句话是孔夫子说的吧，就说这个吃什么东西啊精工细作，这一点我们在这部《舌尖上的中国》里处处可以看到。它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听到煲汤的时候你听的声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这个声音，米酒端上来冒着那热气的时候，你仿佛就闻到了这种米酒的香气。小笼包马上要揭开屉的时候，那个声音你能通过电视里边清晰地感受到。说白了，作为每一个吃货呀，看到这个那真是流口水啊，香啊，勾起你很多味觉上的一种回味。那么我们现在咱们实事求是说，我们平常吃的能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吗？能做到片子里头这活这么细吗？肯定做不到。为啥？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了，你哪有那些功夫来伺候一顿饭呢？咱们很多朋友说为什么现在都在外边吃不回家吃了？你下了班6、7点钟了，我再做顿饭，吃完一口再刷碗，一看点儿10点11点了，你还想休息休息呢？工作就挺累的了，咱们已经没有那些时间来对付一顿饭了，所以更多的是选择在外边吃，选择吃快餐食品。你像快餐面呢、速冻饺子，我们好多人都吃这个。而这种大量的需求，你吃有需求啊，又使饮食的制造业快速走向了这种集约化、快餐化、规模化。这个一规模化必然走向一种标准化。假如说我们现在方便面这个面条制作工艺，如果真按照片子里边写的一些面条从开始选料怎么手擀怎么切怎么打卤，那厂子还能挣钱吗？它只能是快速的把这个东西按现代化的标准做出来，那它的味道怎么跟原汁原味下了那么多人工的食品比呢？就像咱们有的朋友看《红楼梦》，那做茄子都是茄子皮去了切成丁，然后搁其他肉什么的搁机油炸一遍，然后再混这个混那个封起来，拿出来以后再炒。姑奶奶，你告诉我怎么做的？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机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要一道菜你肯下这个功夫，那和马上就搁锅里突了一遍就弄出来的，你说哪个好吃？所以我们看这个片子，对比我们现在这些快餐食品，你就会想精工细作的东西得多好吃，原汁原味的东西得多地道。所以第一个，这片子勾起了我们对安全的向往；第二个，这片子勾起了我们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向往。这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以后呢，引起了网友的激烈反响。我们来看2条微博。第一位朋友说呀，这片子呀，我是看的一边流口水一边淌眼泪。为什么呢？舌尖上的中国倒是很美很诱惑，可是嘴边的中国是什么味呢？大肠里到底干净不干净呢？你看他说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第二位网友说呀，这部片子承载不了多么宏大的主题，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有人就把它解读成这是对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次反讽，认为这里边展示的美食终究不过是一场梦而已。第三位朋友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原来的精细讲究已经变成了批量快餐了。那么既然精细，你就很难做到批量，快餐就做不到讲究。你真想追求这部片子里的美食吗？你可能就要抛弃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去追求返璞归真，你愿意吗？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说它叫舌尖下的中国，咱不是说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是说快餐的工业化问题。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片子展示了
特别理想的中国饮食文化。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饮食文化，真就像这个片子里说的那样多姿多彩，没有瑕疵吗？打开你的味蕾，唤醒你的乡情。一部美食纪录片为何红遍大江南北？山珍海味，煎炒烹炸，饕餮盛宴的背后，隐藏了多少不安与困惑？老梁观世界为您麻辣评说《舌尖下的中国》。传统下来的中国饮食文化本身，它也有一些不科学、不文明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认识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饮食文化？首先一个呢，中国这个传统饮食文化有一点被现在的营养学家广为诟病，什么呢？叫重口味轻营养。就你看咱们一提说这个吃饭这菜叫色香味俱全，色香味这三点都是外观和第一感触，他就没有提及到这个菜本身的营养成分。咱们中国这个传统饮食啊，过于重视味道。你比方说咱们传统的这饮食里，要想把什么东西做得好，一个是放油，一个是放盐，咸鲜味的它刺激你味蕾啊。所以咱这个传统饮食文化里边，你发现用油用的最多，这跟西方的饮食文化出现很大差别。我们好多的菜呢都要通过油这种高油脂的东西来弄。我就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村子，一调查说怎么高血压高血脂发病率这么高呢？原来这村子人甚至豆油都不吃，人就吃荤油，说你搁豆油炒的菜不香。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味儿，包括放盐。你像我作为东北人，东北人吃饭特别咸，这是不科学的，所以造成呢高血压呀这些毛病特别多。就是过分的重视色香味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油盐调料放的多。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吃菜吃什么呢？就吃调料呢，就吃佐料呢。咱们现在有的朋友呢不自个儿做饭，那你到哪儿去呢？想吃点好就到饭馆。饭馆为了把客人留住，你记住他非得加上各种各样的味儿不可。我作为一个糖尿病人，我对这个体会非常深。就是我去饭馆，我一再告诉服务员菜里别放糖，可是你发现很多菜拿上之后呢就有糖，就是他原先在拌这个半成品的时候里边就放糖。为啥不放糖？它调不出味来。至于花椒大料茴香放的更多了，那油和盐就不用说了。如果你吃完觉得没滋味，你下次不来他挣不着钱了。所以饭馆根本不会管什么营养不营养，他首先要用味儿把你留住。所以这个现象是中国饮食非常突出的一现象。不少朋友愿意吃动物内脏，吃心肝肺我们叫下水。动物内脏往往都是高胆固醇的。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吃腊肉这些腌制的熏制的卤肉，包括这些东西。可这个里边时间长了都会产生类似亚硝酸盐这样的物质，对人体健康是不利的。我们保留这个什么呢？就它味儿好，我们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中国传统饮食呢对色香味特别重视，我们也叫贪口腹之欲，吃着香吃着好，咱就认为这东西是好，其实它不见得科学合理。第二个不好的地方呢，中国饮食文化里头呢特别重视珍稀的东西，求稀求奇。你像什么东西要稀有，那咱们就爱吃。你看咱们平常说什么稀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说这个东西是珍稀。可其实这种珍稀的东西它有多大营养，它好吃不好吃呢？我跟大家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也可能我这味觉差，我吃不出龙虾螃蟹鲍鱼有多好吃。我觉得跟平常吃的猪肉青菜豆腐还不如那好吃呢。可是有很多人特爱吃这个，你看龙虾鲍鱼螃蟹乌龟蛇穿山甲，反正珍稀动物。我2003年以前吃果子狸，最后吃出事儿了，闹出非典了。好多人喜欢吃这个，他为什么呢？这是有我们传统文化里不健康的因素在里边。过去谁能吃到这玩意儿？帝王将相有身份的人。所以咱现在如果要偶尔你吃这么一顿，顿时觉得身份倍增，脸上都泛油光。所以求珍惜往往是现实社会里阶级地位的一种反应。所以在饮食上呢，它就分出3、6、9等来，而不管这个东西真是有没有营养。咱们以前节目里也做过那个燕窝那个东西，
没那么大营养。包括鱼翅，它就是珍稀，没多少营养。可是咱们有很多人呢，追求这个东西，认为这是好的，就是求珍稀。求珍稀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等级观念在大脑里头在作祟。在这方面始作俑者呢，中国有个大家叫苏东坡，一辈子经常得罪皇上，被这个贬到这儿贬到那儿，反南到海南岛，这个东到福建那边，苏东坡是走遍了。苏东坡就是一个天生的大吃货，他见什么珍稀东西都想吃，别人不敢吃他敢吃。你看咱现在说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什么，苏东坡有好多个第一，别人不敢动他敢吃。结果苏东坡名气大，他还以这个呢沾沾自喜，给后世文人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气。相传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被贬官，到了还是荒蛮之地的海南岛，在吃上就遇到些麻烦。为此东坡诗云：古人顿顿食鼠欲，见以熏鼠烧蝙蝠，初闻蜜鸡常呕吐，烧尽蛤蟆原习俗。由此可见，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苏东坡吃过癞蛤蟆，也有很大的嫌疑吃过烧蝙蝠和老鼠。正所谓文人不幸天下幸，令人匪夷所思的稀奇美食，很好诠释了东坡居士酸甜苦辣的一生。重珍稀背后还有一层意思，重进补。咱们有观念是吃啥补啥，其实这个观念在现代科学里没有必然根据。还有第三个，对动物有些残忍。你比方说这个有一道菜叫泥鳅钻豆腐，把这泥鳅啊搁到锅里头，搁豆腐放一块，然后焖上，底下咕嘟嘟嘟嘟嘟就炖。这泥鳅怕热呀，就往豆腐里钻，最后活活在豆腐里边被烫死。所以这泥鳅的味儿呢都进豆腐里头了，底下那汤的味儿更鲜美。这道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属于一种虐杀。你记住，凡是我们虐杀动物，往往都跟人类创造的刑罚有关。这叫啥？这叫请君入瓮。武则天时候，两个酷吏，一个周兴，一个来俊臣。武则天要收拾周兴，来俊臣就把周兴请进家吃饭，说周大人呢，我有个犯人，怎么跟他就是上酷刑他都不招，怎么办？周兴说简单，你呀咕嘟嘟嘟嘟点火，上面有个大罐子，然后把犯人搁罐子里边，你看他招不招？哎，来俊臣说这好使吗？好使，好，起火放罐子，也烧差不多了，站起来对周兴说：周大人，请君入瓮吧，你进里边待着吧。哎，这请君入瓮的典故，你看这泥鳅钻豆腐就是个请君入瓮的过程。有些还过分呢，你像醉虾，咱有不少朋友也是把这虾搁到酒里头，其实他没死，他醉了，然后活生生的就给他煎炒烹炸就吃了。比这个还过分的还有种叫铁板甲鱼，就把这甲鱼啊王八搁这个煨好了调料的这个凉汤放到这里头，然后底下咕嘟嘟嘟嘟嘟炖。这一开始一加热，这甲鱼热了它就渴，他就把这个带佐料的汤喝肚子里去了，然后一点点的炖，慢慢就把它炖熟了。炖熟以后，这甲鱼肉里边有汤，外边有汤，那个佐料的味都进到肉里头了，那吃着相当好吃。可是你把这个过程还原一下，你琢磨它残忍不残忍？有这样的，有的人这么做了，那甲鱼在锅里翻滚，这个人还起了慈悲心的，看一眼这甲鱼盖上，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熟了就不疼了，现在疼，你看不假慈悲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跟现代文明有些东西是完全相悖的。那当然了，比这个还有残忍的了，有的地方吃过活猴脑，活猴脑袋敲开吃猴脑，这个是现代文明绝对排斥的东西。咱们有部片子《满汉全席》，里边不就是吗？参赛选手搁这猴脑，很多人指责其实是假的，他用豆腐来代替猴脑。现代文明对这个东西是绝对排斥，是我们中国饮食文化里非常畸形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咱们很多人爱吃爱喝，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没有错。说谁是个吃货，我也不认为是个贬义词。我想吃点好的有什么错？就是我刚才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灿烂美好的一面。那么我们通过看这部片子，应该把它当做一种标准，然后更高一个层面是把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灿烂多彩、非常文明的一部分发扬光大。就像这个朱子治家格言里有那么句话，叫勿视势利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自杀牲畜。不要因为呢自己就是想吃想喝，就随便的摧残这些生物。这个呢也不是我们中国饮食文明里边的一个核心要素。所以说
你从舌尖上的中国来反思舌尖下的中国，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好了，我们可能在现实当中，你不仅会做一个合格的吃货，也是一个快乐的吃货。常看微信朋友圈的朋友啊，估计都会有体会。现在朋友圈呢，基本上被三大谣言占领了。哪三大谣言？第一类养生啊，什么醋泡香蕉减肥呀，微波炉食品致癌呀，等等等等。第二类呢是信仰，说今天呢是哪位菩萨诞辰日，赶快转发吧，转发就有好运。第三类呢是食品安全，什么紫菜是塑料袋做的，肉松是纸壳做的，羊肉片是耗子肉做的，反正说的挺吓人。这三大谣言当中啊，有一类是流传度最广，就食品安全类的。为什么呢？你看你第一类养生的，你可养可不养；第二类信仰的，你可信可不信。只有食品呢，它可不能是可吃可不吃，民以食为天吗？食品出了问题就是天大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关于食品安全的谣言这么多呢？你抛开有的人呢无聊在那造谣以外，很重要的呀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事情闹大，引起社会关注。就是老百姓普遍对食品安全问题啊是很担心的，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呢，他不只是现代人，古人也担心食品安全。咱们有的朋友想当然认为那古代都绿色食品的，没这事儿。其实不是，古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也很严重。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古人在这方面的烦恼。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个现在常见的现象。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到冬天呢，或者说夏天呢，反正就是你在不同的季节你能吃到相同的东西。我说这个你可能明白，就是反季节的这个蔬菜水果。我小的时候呢，你可能一入冬啊，这水果就少了，你吃不着什么新鲜的。但现在不是，大冬天你看什么草莓啊、葡萄啊、菠萝啊，蔬菜的像什么茄子、豆角、辣椒啊，就夏天下来的东西，只要你想吃，通过大棚种植走向市场，没有你买不到的。我们管这个叫反季节的蔬菜水果。现在这个反季节蔬菜水果很普及了，但是对于它的安全性有很多争论。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反季节的蔬菜水果违反了自然生长的规律，无论是从口感呐还是营养啊，都不如应时应季的那个蔬菜水果。更别说有的使用催熟啊、增大呀这些手段。其实这个理论呢，不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东汉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实行了。谁呢？还是个皇帝，他是东汉时期的汉安帝刘祜。当时呢，为了给这个皇室进贡新鲜的蔬菜水果，产地呢都专门设置了皇家菜园。菜园负责人呢，为了邀功请赏啊，就会在冬季种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并且对蔬菜水果进行催熟处理，让它尽快端上皇上的餐桌。那么《汉书》里边记载呢，叫太官员种冬生葱韭菜，昼夜燃运火，待温气乃生。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冬天呢，皇家菜园里种大葱韭菜，白天黑天呢烧火加温，用来催熟。其实这种手段跟我们现在看那个大棚种植啊，里边的温度升高啊，和那种反季节蔬菜水果的种植手段是特别相似的。这要是放在今天来讲呢，很正常，但古代不一样。古人比今人呢更加崇拜自然，敬畏自然。说你做事呢要符合节气时令，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所以当时的人呢才会提出来说，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世；木不中伐，不欲于世；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世。这什么意思？就是五谷和果实如果没有成熟，不能拿到市场上卖；树木没有长成，就不能砍伐出售；家禽家畜鱼鳖这些如果还没到宰杀的时候，你是不能拿出去卖的。正是基于这一个朴素的原理，汉安帝刘祜呢，在公元112年的正月11下了一道禁止反季节蔬菜的诏书。这个诏书呢，在《资治通鉴》里边有全文记载。内容大致是呢，说现在凡是进献来的新鲜果味大多数都不符合时令季节。有的是在呢土屋里边用熏焖的手段让它强行成熟，有的呢是呢挖地掘土呢让它提前发芽，还没长成熟呢就往下采摘。这美味呢没有得到，植物却夭折了，这难道顺应天时养育万物之理吗？所以先人说呀，不合时节的东西不吃。从现在起呢，凡是供奉祖庙陵园和给天子供应的
都应该按时节，来进献这个蔬菜水果。这个汉安帝的诏书下达之后呢，朝廷一共减少了23种贡品。那这道诏书呢，也成了汉安帝刘祜不太光彩的人生当中少有的闪光一笔。就这个皇帝之所以历史能记得住的，和他干这件事儿有直接关系，就是他反对反季节的蔬菜。那么反季节的蔬菜水果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呢，它其实并不是很大，就是口感差点，营养差点，违反点自然规律，但它毕竟呢是新鲜的。那接下来我要说这个古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就是食品造假。食品造假呢，有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从宋代就已经有这种事儿了。而宋代呢，有这样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死驴死马呀，把它弄熟了以后冒充这个张肉干和鹿肉干。因为死驴死马呢，古代的医学水平都达到了这一点，就说这个死驴死马呢，它的肉你吃了之后容易造成人的死亡，就甚至死驴死马扒皮的时候，你这别人也轻易别靠近，因为腐烂的气味熏到，甚至都能让你治病导致你生病，所以你不能不小心。这北宋有个进士叫苏象先，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到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开封市他这个大门外边有一个大市场，这个市场里边呢有很多专门加工死马肉的黑作坊，这些黑作坊主呢头天就趁着天黑低价呢买这死马，因为你要白天买，人家肯定问你干嘛呀？这东西已经都不值钱烂了，谁也不能要，你为什么买呢？趁天黑买，买完之后呢挖个坑，把这马埋到地底下，这样可以减缓它腐烂的速度。到第二天呢再把它刨出来，然后扒皮洗干净，用这个气味比较重的香料和豆豉炖煮。这香料呢就盖那腐烂的气味，这豆豉呢能增加肉的颜色。你看跟现在用这个化工产品来食品造假是不是挺像？最后呢把它晾晒成干，冒充这个张肉干和鹿肉干，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你看早晨这肉还臭不可闻呢，到晚间呢这香味就传出很远了，就可见当时不法商贩造假的手段也是挺先进的。除此之外还有更绝的，就这假冒伪劣的食品大文豪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个非常好玩的事，说有一天呢纪晓岚的堂兄叫纪方舟，这纪方舟呢买了一只烤鸭，烤鸭身上的肉呢让人给撕掉了，用什么冒充的烤鸭肉呢？就搁那泥包住鸭子身体，在外边糊上纸，染成那烤熟的颜色，再涂上油，实际上就俩鸭爪子跟脑袋脖子真的就是剩下你看着以为是肉的，才发现是纸和烂泥。所以这个事儿在当时来说，食品造假就说明已经挺普遍了。那么古代商人呢，不光是肉可以造假，就连我们的国粹茶叶它也能拿来造假。这个宋徽宗赵佶他就曾经写下文章，说到茶商造假的恶劣手段，说当时造假的茶商呢，用这个柿子树的叶子和橄榄的嫩芽跟少量的粗茶掺起来制造茶叶，这样制作出来的茶叶呢，外表跟茶一模一样，但是沏开以后呢，它不沉底儿，在水面上浮着。这茶水呢，那肯定香味那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茶叶呢，懂行的人能看出来，老百姓看不出来。你把这种茶要常喝喝长了你都能喝出毛病。那么因为食用了造假食物而生病呢，古人大都会抓两副中药治。可是古代的中药也不是很让人放心。咱们现在说中药这药材不行糊弄人，古代那个中药也有这问题。价格低廉长相相似的东西往往就会被奸商伪装成价格比较高的中药出售。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就买到过假药。柳宗元呢因为政治原因呢被流放到永州，就是现在湖南省的永州市。他在那儿写的捕蛇者说嘛，就永州之野产夷蛇，黑翅耳白张，出草木尽死。这著名的捕蛇者说就在永州写的。那么柳宗元从北方来到南方，难免水土不服，加上被贬之后呢心情郁闷，就得了这个消化不良的毛病。这医生就对他说说你这是小病，到这药铺呢买点茯苓吃就好了。没想到呢抓了药吃完之后呢没好转不说，更严重了。他就找医生说你这方法不管用医生说你别信，你把你吃的茯苓拿来我看看。结果一看发现问题了，原来柳宗元呢买的不是茯苓，是用的芋头干假冒的。柳宗元就非常生气，他写了一篇呢抨击制售假药的文章。
这文章里他这么写的，说呜呼，物故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祸得福。说现在这假货太多了，大家都蒙在鼓里，我本想买一些东西治病啊，求得福分呢，结果反而还遭了祸了，因为这假货给我带来祸端了。所以从上面咱说的事儿能看出呢，古代食品造假涉猎的范围已经很广了，而且手段还十分恶劣。可是呢，这些不良商贩呢，古代的不良商贩不满足于此，他们不仅要在食品本身造假呀，还采用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给食品增重，赚更多的黑心钱。你咱现在知道给食品增重，比方说给牛羊肉注水呀，这样增重的这个新闻，在古代商人面前呢，像这样的方式也不稀奇，甚至有时候都是小儿科。你看古时候的奸商，给这个鸡鸭鹅肚子里塞沙子呀，给这个猪羊牛啊往里吹气注水呀，往盐里边加灰，往酒里边掺水呀，甚至用水把粮食泡湿来增重，这在中国古代都不新鲜。南宋有个著名的文学家洪迈，有一次呢，他经过开封的时候呢，买了一袋小麦，没走到张家口呢，就发霉了。就说古人走的再慢，交通再不好，也不至于这么几天这粮食就发霉。什么原因呢？商人往小麦里掺水了。这里还有人更让人受不了的，洪迈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记载一件事儿，就湖北黄冈啊，有一个卖油的人叫瞿生，这个人既贪财又缺德，他为了给油增重多卖钱的，每次榨油就油最热那时候，他往里撒尿，就油热，那尿的味儿就遮出来，这样呢可以使总量增加1/3。你说吃油的人一想这事儿，他恶心不恶心吗？有的人还不信呢，到那一验，在现场抓他个现行。所以洪迈在他自己写的《夷坚志》里把这事儿记录下来。你要如果不是当时抓现行，说破大天也没人能想到榨油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往里撒尿来增重。你说那时候的奸商是不是也是毫无良心可言？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古时候猖狂到这种地步就没人管吗？有，当时的法律对食品安全问题是很重视的，而且罚的也很重。你看有几种这个管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呢？第一种是用因果报应吓唬人，就道德约束。说封建社会呢，人们挺迷信，所以呢唐宋两朝就会出版一些因果报应的文学作品来吓唬不法商贩，让他们不敢继续作恶。在这些文学作品里有很多吓人内容，你比方说你卖这个注水肉，死后呢你就得进地狱，牛头马面呢就往你身体里注水，你来世投生就是猪。说卖变质粮食的商人呢，死后就变成恶鬼，每天靠喝那泔水为生，来世呢你转世投胎你就是驴。还有的现实报，比方说出版的文学作品说某年某月某日一个大城市街头晴天霹雳，80个造假商贩同时让雷劈死了，都是不法商贩。那么这些内容现代人看了可能觉得挺好笑，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威力不小，而且它形成文字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有假，所以有的人有所忌惮，就会收敛不少。除此之外呢，当时的政府呢，古代政府呢要求各行各业的人穿不同的服装来区分身份。你比方说当时宋代的时候，就做官的、务农的、做苦力的、做商人的各有各服装，你不能乱穿。你比方说开香铺做香的，你就得戴帽子穿披肩；开当铺的呢，穿长衫扎腰带。这么一来呢，街上的行人呢就能辨别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有人买了伪劣商品，就算记不得你长相，也能认出你衣服来。这样事后追查呢，他就方便了。咱们上面说这两种手段只能说是督促，要说惩罚呢，还有专门的刑罚。从汉代到唐宋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刑罚呢是不断加重的。你比方说以出售这个变质或者有毒的这个猪肉为例呢，汉朝2年律令里边规定是什么呢？说因为肉腐败腐烂了或者有毒导致有人生病受伤或者死亡的，这个卖这个猪肉之人，你应该赶快把这些有问题的肉烧掉。如果你处理不及时或者拒不执行，就要追究食品这个所有者和相关官员的法律责任。他当时按照盗窃罪来论处。等唐宋两朝的时候，对这样的行为呢，惩罚大体一致。就唐朝时候规定呢，说你知道肉有毒，这个卖猪肉的人必须加以焚烧处理，否则要杖责90。当时杖责90有可能打死人。如果你明知道肉有毒还卖给别人，而且导致吃的人呢生病，如果他仅仅生病，那最少要判你1年徒刑。如果情况严重甚至死了呢，那么
对于卖肉的人要处以绞刑。所以当时呢，这种罪过呢，轻的是按照过失杀人论赔偿些钱财，重的呢就直接判绞刑了。所以唐宋呢对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呢要比汉代更加严厉，而且法律条文呢也更加明晰。那我们看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呢，说你绞刑这样的惩罚呢，显然已经不会被用在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上。但是现代社会我们也知道，食品安全同样有办法治你。你看咱们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到现在来看已经挺完善了，所以老百姓的健康也会得到更多保证。但是即使这样，咱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很严峻，依然不理想。就是坑害消费者的行为那是屡有发生，甚至都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说，虽然食品安全是个历史问题，但我们不能让它永远成为历史问题，政府还是应该有所作为。中国的美食历来在世界上是一枝独秀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能够和我们相提并论的。大伙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关于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你看着纪录片不用吃，光是看都能让你流口水。而且有一点，很多出过国的朋友体会会更深，就在国外刚开始1-2天还可以体验一下异国风情，可是你待几天之后就开始不舒服了。为啥？吃的不习惯。国外的饮食比中国差太远了，你就会分外想念国内的美食。所以有那么句话说，什么最爱国呀？你的胃最爱国。所以美食呢，对中国人是有着很强的民族自豪感的。说这个中华美食自古以来就这么厉害吗？不是，在古代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华美食才发展到现在如此丰富多彩的。那么比方说在秦国时候就不是这样，有人曾经画了一幅漫画，揭秘如果一个人穿越回秦国，看他到底能吃什么东西。比方到店里边说，我来碗西红柿打卤面，店小二就告诉他，对不起，没有，面条是宋朝以后才有的，西红柿是清朝才引进中国的。说那我吃包子吧，说包子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时候发明出来的，秦朝时候没有的。说要米饭，要茄子，我要喝茶，当时通通都没有，辣椒什么都没有。最后吃饭的人看门口有头牛，说你把牛给我宰了吧，吃牛肉吧。店小二赶紧把他嘴捂上了，你可别说这个，因为秦国的法律规定杀牛是犯法的，是要被充军流放的。最后这个人实在没招了，就问那我能吃啥呀？店小二回答，我们这儿只有这窝窝饼和白水煮的白菜。说实话，这些东西你就味觉再迟钝的人也不会认为这个就是美食。那既然这样，我们大家认知中的中华美食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咱们这期老梁同史就给大伙说说这些吃的是怎么样逐渐丰富起来的。我们前面说过秦以前说春秋战国受到物质层面的限制呢，地域环境和人为因素，这都是一度阻碍饮食文化发展的原因。而中国古代文明其实是由2部分构成的，这2部分互相矛盾，一个是北方的游牧文明，一个是南方农耕文明。这2个文明无论从地域气候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可以说完全不同。你看北方游牧民族呢，靠着畜牧为生，加上呢北方天气寒冷，所以北方人呢就喜欢吃面和一些热量高的食物。西晋文学家叫素溪，他写过一篇汤赋，里面就写说，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双城口外，葱须解战，汤饼为最。就说汤饼就跟我们现在说这羊肉泡馍差不多，弄碗热汤把饼往里一扔，吃着既能充饥又能够抗寒取暖。三国时期魏国的曹睿就利用这个特性，曾经试探过这何晏长得漂亮是真是假。有人说这汤饼还能试验出人长得漂亮怎么样？这个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他母亲是曹操的妾。他虽然是个纯爷们儿，可他的长相随他妈，眉清目秀的，比大多数女的长得都要好看。那么何晏的美貌在当时的魏国是人尽皆知，何晏自己也为自己这个英俊漂亮的颜值感到自豪，经常穿一些比较艳丽的服饰。结果这一点曹丕就讨厌他，认为何晏这人太浮夸。而作为曹丕的儿子曹睿完美的继承了他爸爸对何晏的看法，对何晏也有偏见。而且他觉得何晏肯定平常在家总化妆，当时是没有整容要有整容他得怀疑何晏整容，说不可能，一个男的那么漂亮，那脸怎么那么白呢？是不是他平常在家里往脸上不停扑粉呢？他就想验验真假。
可这个事儿呢，你也不能当面说我怀疑你化妆了，你洗个脸给我看看吧。他万一呢，你说人家这不是化妆呢，这皇上也下不来台。所以这个时候他想了个办法，大热天的请大臣吃饭，做了些汤饼，然后告诉手底下别给何晏扇风。这时候正是大夏天，这么一碗热汤又是饼的，何晏当众吃的是满头大汗，就用袖子不停的擦汗，结果擦半天发现那脸比原来还白了。这时候曹睿才心服口服，这何晏的美貌啊，尤其是皮肤白，这是天生的。你看，这是我们说北方这个汤饼。南方呢，南方气候大多数比较热，而且属于农耕文明，以文人居多，武将少，所以就喜欢吃一些口味清淡的，比方说喝茶呀。再一个，北方要吃牛羊肉，南方就吃鱼肉。所以由于文化核心不同呢，两边在很长时间一段里都互相不认同对方的饮食习惯。就像我们今天还有人在探讨豆腐脑是吃咸的吃甜的一样。西晋的时候就出过这么一档饮食文化冲突的事。就东吴的名将陆逊的孙子陆基，这挺有名个这个文学大家，到洛阳去做官，就到过晋文帝的女婿王继的府上做客。这个王继呢是个地道的地域黑，不大瞧得起南方人，就指着自己面前一份乳酪挑衅陆基，对他说你们江南吴地能有东西跟这乳酪相媲美吗？哪有我们这好吃啊？陆基正当壮年年轻气盛，听完之后毫不示弱怼回去，说怎么没有呢？我们那里湖里出产的鱼羹，哪怕不放盐，都比你这什么狗屁乳酪好吃的多。陆基他弟弟陆云吓得赶快拉住他哥哥衣袖，哎呀，没事，我哥喝多了，在打圆场。你看，从这场宴会当中发生的事就能够侧面体现出南北方因为文化不同，而在饮食文化上形成对立的状况。而那时候的饮食文化也还处在固步自封的阶段。那说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中华美食开始起步了呢？就中国饮食文化开始相互包容，相互包容之后才会出现美食文化的突飞猛进。这事儿说起来挺讽刺，中华美食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实恰恰是从五胡乱华一直到隋朝建立这段时间促成的。因为这时候中国历史相对来说是最混乱动荡的时期，而这个过程也是死人最多的时候。说乱世怎么还能促进饮食文化的发展呢？咱们前面说了，南北之间在饮食方面都觉得对方是异端，谁也不服谁。可正是这样，五胡乱华期间，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各种势力互相攻伐，先后建立灭亡，总共大概有19个政权。这人口就翻来覆去的流动交融。你比方说北方打仗，老百姓就往南方跑，就把北方一些生活习惯带到南方去了。那大家在一起生活一碰撞，慢慢文化就产生融合。南边一样，国家被北方的消灭了，由北方政权统治，那谁是统治者就得按照谁的习惯来。所以这个时候南北方的饮食文化开始产生激烈的碰撞，并且一点点走向融合。咱们举个例子，南北朝时期呢，北魏有个名臣叫王肃，他祖上是东晋的丞相王导，他的父亲叫王焕，是南齐一名官员，后来因为犯了事儿被南齐皇帝给杀了，这王肃就跟几个兄弟逃亡到北魏去了，到北魏做官去了。我们说北魏呢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王肃从小就在江南长大，饮食习惯是完全就是南方人。这一到北方，平常吃的鱼羹喝的茶什么都没有了，很难找到，他只能试着去吃北方这乳酪羊肉之类。刚开始他根本吃不惯，水土不服，拉了好长一段肚子。所以同朝为官的人呢，开玩笑管他叫漏汁，就说你这纯粹有缺陷。为此呢，王肃憋屈好一阵子。过了几年之后呢，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宴请群臣，在宴会上他看到王肃之后想起来，哎呀，你看我这个告诉厨子做的这个饭菜都是北方的，这还有个南方人呢，那这他吃不惯怎么办呢？就挺尴尬。这时候他就想吩咐侍从说赶紧给王肃换一份南方口味的食物。结果这时候他发现王肃站着已经狼吞虎咽的吃上了，吃的牛羊肉吃的也挺香。他就好奇问王肃现在这个你连这北方东西也能吃进去了，那你就告诉我，你说你原来吃的南方的食物和我们北方食物比哪个好啊？王肃正在那狼吞虎咽吃牛羊肉呢，抬头跟孝文帝说了，说羊者陆产之最，鱼者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成真。意思是皇上对我来说呀，这羊肉是陆地上动物里边的老大，鱼呢是水里头动物里最好吃的，
各有所长，在我看都挺好。你看王肃的回答让本身就推崇南北融合、胡汉融合的孝文帝开怀大笑，爱卿说的真好。所以正是在这段乱世时期呢，南北文化互相之间频繁发生碰撞交互，这样才能够让南北逐渐接受对方他的饮食和香文化，让中华美食如同凤凰涅槃一样攀上一个新台阶。所以你从这个繁华的背后啊，其实看出来了，它是由连年战争、累累白骨促成的中华美食的繁荣。所以中华美食有今天的繁盛景象，应该说来的非常不容易，代价很大。那么虽然美食兴起的背景让人感到心虚，但这也只是针对美食的技术革新过程来说的。而美食本身的存在，在更多时候是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民生国情和兴衰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只有国家安定有保障了，这个食材才有充足的保障，而且只有国家安定的，没有发生什么动乱，老百姓才有心思琢磨美食这些事儿。所以这个国家兴衰应该说对美食文化影响同样也是很大的。你比方说西晋刚刚建立的时候，正好是刚刚结束群雄割据的三国乱世。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治理之下呢，这个西晋国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史书里边描绘呢，就说西晋呢当时牛马遍布田野，粮食多的吃不完，甚至你要没钱呢，你跑大街上都能捡不少，号称天下无穷人。这个时候呢，生活比较富裕，那人对吃就比较讲究。前面咱们说那个出言挑衅陆基的王继，就特别擅长琢磨美食。他的大舅哥就是晋武帝司马炎，这个司马炎经常跑他家蹭饭去。有一次宴会上呢，司马炎就发现王继家做这个蒸猪仔特别好吃，肥嫩鲜美，入口即化，说跟我自己平常吃的猪肉都不一样。说王继你这怎么做的呢？王继告诉他说，我这猪啊是用人奶喂养长大的，同样把它蒸熟也是用人奶蒸熟的，自然美味不同寻常。司马炎听了之后脸都变色了，很生气。大伙可能以为他生气是不是觉得这王继太奢侈了，竟然用人奶来喂猪，用人奶来蒸猪肉？不是，这种事在当时很平常。这个司马炎恼怒的是什么呢？是自个儿宫廷里的厨师业务不够钻研，让自己在享受美食这方面大大落后于王继，他来气的是这个。那你看同样是开国皇帝，东晋的司马睿跟司马炎比起就差太远了。因为西晋当时是盛世，等西晋灭亡之后呢，身为琅琊王的司马睿呢，带着司马氏剩下人逃到南方，在建业就在南京登基称帝，建立东晋。虽然是建国称帝了，可这伙人呢是仓皇逃到江南来的，手里根本没什么家底儿，国库空虚，也就大致维持个温饱以上。就连吃的肉，因为经济紧迫，作为上品肉类的牛羊肉，当时想都别想，能吃到猪肉就不错的，而且猪肉呢还得各家分着吃。当时是给这个皇上留的是猪脖子那块肉，认为这是最好的。你想想经济紧张到这个程度，大家不会有更多的闲心琢磨怎么做美食，而做美食你要有更好的食材，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你看，除了西晋跟东晋之外呢，基本上每个朝代刚结束纷争建立的时候，普遍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所以开国皇帝和官员大多很勤俭。等过上一两代进入到盛世经济繁荣的时候，就会出现食不厌精，这个快不厌细的情况，越复杂越奢华越好。所以食物的精美程度是在中国能够代表老百姓当时的生活水平。那么对于这些中华美食发展历史呢，其实包括美食在内有很多别的现象。你比方说诗词乐曲饮酒凡是能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东西，其实都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故事在里面。所以咱们探讨中华美食的时候，别光顾吃，这个美食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也值得大家一点一点的琢磨、理解、消化。